瑞兹和泰达米尔。玩过英雄联盟的玩家一定不会对这两个英雄的名字感到陌生。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两个名字也属于拳头游戏的创始人，他们就是来自华尔街的商业精英布莱登·瑞兹贝克和马克·泰达米尔梅林。2007年，初出茅庐的拳头游戏找来了前 DOTA 地图制作者杨刀，希望他能带领团队做出一款延续 DOTA 的玩法，但是在机制和内容上又大不相同的竞技游戏。在当时类 DOTA 游戏层出不穷的竞争态势下，英雄联盟的制作者们目的很明确，他们去掉了游戏的反哺机制，加快了节奏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游戏门槛，吸引了非常多的新用户。据说在2008年，腾讯代理团队第一次接触到拳头游戏时，就玩了整整1个下午的游戏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的英雄联盟还因为资金短缺而极其简陋，但是其潜力已经展露无遗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腾讯投资800万美元，拥有了英雄联盟在中国大陆的代理权。至此，英雄联盟这款免费游戏开始逐渐进入国内玩家的视野，并且凭借着游戏本身的特色和腾讯社交网络铺天盖地的宣传，占领了一大批年轻人的电脑。2014年，拳头公司公布的每月在线游戏的玩家数量达到6700万。2016年，收入最高的 PC 游戏 TOP 10，英雄联盟的收入是魔兽世界的2倍。虽然布莱登和马克表示讨厌这些一板一眼的数字，但数据的公开的确能让拳头游戏的成功显得更加真实。而从当初的不被看好到脱颖而出，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本身的成功也更加难以复制。早在2009年4月的测试阶段，游戏还只有17个英雄供玩家选择，而到了2011年国服开放，游戏已经拥有了83个英雄。自推出以来，拳头游戏的设计师们就在英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，他们一改以往的美式画风，让角色形象趋于国际化。在不断丰富游戏性的同时，拳头游戏也不断地健全着自身比赛的筹办。和如今独立运营的各地区职业联赛不同，最早的英雄联盟比赛依附于第三方赛事，因为独立运营比赛需要更多的资金，而且拳头游戏本身也想找一个长期的志同道合的大股东。在此情况下，腾讯出资16.79亿人民币增持拳头游戏，持股比例达到92.78%。此次交易后，拳头游戏仍由原团队负责运作。解决了资金的问题，他们开始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游戏更新和承办赛事上。从2010年问世至今，7年的时间过去了。2018年5月9日，第39届体育节目艾美奖举行了颁奖仪式，英雄联盟凭借 S7 鸟巢决赛拿下了杰出直播艺术设计奖项，这是电竞项目首次获此殊荣。不可想象的是，缺少了拳头，缺少了英雄联盟的电竞舞台，会失去多少色彩？这款游戏让我们认识了太多出色的职业选手，也捧红了 Miss、若风等一大批明星主播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批主播另一方面带动了国内直播行业的发展。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，在吃鸡和各种手游火爆的当下，虽然玩家总体数量依然很多，但英雄联盟的热度的确日渐消退。大家对这款游戏最纯粹的热爱被忙碌的生活打破，想要再次聚齐5个人去赢下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，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